女孩洗白白等待着男友的到来。很快就听到了敲门声，女孩开心的跑去开门，哪知一个醉汉却要强行往屋内闯。醉汉二话不说扔下几张钞票，就要霸王硬上弓。楼下的男友察觉到不对劲，慌忙朝楼上冲去。开门时就看到女友被醉汉压在身下，他急忙扯下桌布，从背后将壮汉勒倒在地。女友空空被吓得缩在床角，男友小帅嘶吼着狠狠捶着眼前的禽兽。打累的小帅还是怒意难消，于是用桌子将醉汉砸晕。空空惊吓过度逃了出去，小帅紧紧跟在身后，生怕他再次遇到危险。事后小帅带他来到警局报案，为了避免空空再次回忆起可怕的经历，小帅主动提出要去外面做笔录。哪知小帅前脚刚刚离开，一个猥琐的男人就凑到空空身边。唔使惊噶，除咗件褸俾我啊！他借口上面的血迹要作为证据，强行将外套脱了下来。然后他一边盯着空空若隐若现的身材，一边让他重复犯案经过。当得知醉汉手上有五角星纹身后，队长立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可这时那只带着纹身的手却打开了警长的抽屉，他放下配枪和证件，在审讯室的玻璃后面死死盯着报案的空空。他将组员全部叫了过来，说空空和男友在搞仙人跳，明明自己付了钱的，还被打了一顿。越说越生气的警长当即就命令组员看好男友，他现在就要去将交易完成。见此垂涎空空的老鬼也立马就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小帅等了半天都不见警员回来，他无意间从办公桌的合影上看到了那熟悉的五角星纹身，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随后他又看到门口有人把守，更是感觉到脊背发凉。想到空空独自在审讯室，他义无反顾地朝门外冲了出去，却被警员死死拦住。当他拼尽全力踹开审讯室房门时，就看到女友正在被他们侵犯，可这时他毫无办法，被两个警员死死钳住拖走。随后小帅面临的就是一顿毒打。这还没完，他们将小帅挂在隔壁房间，让他亲眼看着女友被轮番侮辱。完事后几人还无耻地聚在一起，污言秽语地吹嘘着自己的功力。这时传真机发来了空空的个人资料，直到这时几人才知道空空竟是一名在读高中生。可吃饱喝足的警长哪里顾得了那么多，马上就给众人吃了颗定心丸。空空有智力缺陷，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。至于小帅更好处理，警员解开他的手铐，将警枪强行塞进了他的手里。警员互通口供污蔑他抢劫袭警。一番暗箱操作下来后，小帅最终被判服刑6个月，送进了监狱。服刑期间，小帅一直计划着复仇，他不停地戳破自己的手指，将上面的皮肉一层层磨掉，再将新长出的皮肉咬掉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毁掉手指上的所有指纹。这些只是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小帅出狱的这天，空空带着天真的笑意来接他回家，可小帅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此时空空已经怀有6个月身孕，他甚至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。委屈和心酸的眼泪瞬间流出，还不知道问题严重性的空空此时就像是一位慈爱的妈妈，她微笑牵起小帅的手一起回家。之后的几天里，两人像是一对新婚小夫妻，享受着本该平静的生活。可这并没有让小帅忘记复仇。这天警员小丁下班刚进家门，就被小帅用盘子碎片当场杀死。很快警方就接到了报案，有位渔夫在堤坝口发现一个散发恶臭的袋子。当队长用剪刀划开之后，所有人就被里面的东西吓了一跳，里面居然泡着一个成型的胎儿，而胎儿旁边夹着一张工作证，上面写的正是小丁的名字。意识到情况不妙，队长马上带人赶到小丁家中，屋内满地的鲜血，顺着血迹看去，所有人都被眼前场景震惊。只见小丁的妻子睁着眼睛躺在血泊之中，整个肚皮被活活刨开，腹中的胎儿已经消失不见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脖子上的脉搏还在跳，这说明他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活活解剖。虽然警方及时叫来了救护车，但女人血液几乎流干，还没等抬上救护车，就已经彻底没了生命体征。还没等警方这边查出任何头绪，小帅已经找到报复老鬼的时机。他刚将怀孕的小女友接回家，转身去倒水之时，就看到女友一脸错愕地看着门口。他缓缓退回厨房，摸向腰间的配枪，可即使他已经做好了防备，还是被小帅连捅数刀瘫倒在地。而小帅则是在他面前将他女友活活解剖。听到老鬼那里传来了声音，小帅立马抢走了他的手机。队长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马上带人赶到了老鬼家，在客厅看到了死状凄惨的老鬼妻子。唯一不同的是，
小帅这次把老鬼的双胞胎留在了尸体旁边，听到浴室里面传来声音，等队长持枪闯进去，就看到浴缸里被烫熟的老鬼。